来了，这一期呢，终于轮到了大家都非常期待、大家都很喜欢的点心食谱。那现在我要做的就是这个鲜虾卷，也就是你们讲的那个麸皮卷啊。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在家自己做过吧？那我的这个食谱呢，或许跟你们的有一些不太一样不是讲哪一个好吃，哪个比较不好吃啦，因为这个食谱是来自当时我做学徒的时候，我在里面做工嘛我就很喜欢吃那一间酒家的点心那时候有2个部门一个是普通的出菜的部门，还有一个是点心部门，我就特别喜欢吃他的那个鲜虾卷，所以就有去请教了那个老师傅，做点心的老师傅了我们都知道当时那个年代是一谱难求的要不是有一些缘分，我是拿不到的。当然我拿回来的这个食谱是我自己做来吃，自己在家研究做来吃的啦为了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这一期我就公开我这个收藏了多年的食谱给大家，好不好？那好了，话不多说了，我们赶紧的来看一下这个做法。首先呢，你要你的这个虾卷好吃，你的肉馅一定要挑得漂亮那肉馅方面，我就准备了这个虾肉跟猪肉。虾肉的话，我是准备了150克，大概啦150克的虾肉。那猪肉也是一样的，比例是55啦。虾肉150克，猪肉就150克。那猪肉的比例呢，就是脂肪跟肉也是55。OK 再来就是一些一些香料了啦，韭菜跟姜末。OK， 那我们现在来处理一下猪肉呢，你就可以自己剁或者搅拌机跟它搅碎就好了，或者你可以买变的肉碎也是可以啦。把你自己买的肉，你可以它的脂肪跟肉是多少。那这个虾肉呢，我不是用剁的方式啦要这个虾肉做的好吃的秘诀，你就用拍的那怎么拍呢？就这样子准备一个这种透明的纸袋啦，你把虾肉放进来，再来就是你要确保你的虾肉的水分要把它吸掉，放进纸袋来我们就把它调整一下把它弄扁，然后就用你的刀这样子拍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拍法呢？因为这样子拍它的虾不会整个碎掉，它还有保持一个连贯性，你吃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样子拍的话，你的砧板就不用洗到半死，其实可以一只在砧板这边这样子拍吧，你这样的话就干净一点你不用做这样多工。OK， 我们来看一下拍到差不多了看到吗？我的虾肉是这样子的把它倒出来，肉碎直接下 OK， 再来是姜末直接下，这姜末准备1小块就好了。接下来是调味啦，盐大概1/3茶匙盐多少糖就多少糖也是1/3茶匙。适量的胡椒粉，可以多一点没关系香嘛。再来少许的这个麻油少许就好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抓一抓均匀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肉，那个猪肉的脂肪包着那个虾肉而且那个虾肉是看得到的而不是碎掉了的。你抓一抓了，这个蛋白也跟着进来我们下一点蛋白，然后可以补上一点这个淀粉，加差不多半汤匙的淀粉继续加淀粉的话，等下你下那个韭菜的时候它就不会太水它可以吸收那个韭菜的水分，直接抓到它比较结实了我们这样子OK 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韭菜给切一切的就才丢下去它比较尾的地方比较硬，我们就不要把它拿掉。梗这边我们切小，越绿的地方你就越大颗粒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比较大颗粒一点。OK， 把它放进我们的馅料里面，先来拌一下，你就拌一下就好了就等下你包的时候每一粒那个馅都要有韭菜。OK， 这个肉馅就是这么简单就完成了比较要注意的就是你们在搅拌打的时候，那个你要感觉到它已经比较有弹性的，就是比较有弹了，你会感觉得到你用手嘛弹了，我们就 stop才下韭菜。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准备来包了你去买这个麸皮麸皮大多
都是卖咸的啦，我觉得哈、一包差不多6、7块啊，都是咸的，有办法处理的啦。他们为什么要咸呢？就是要比较耐收嘛哈、等一下我们用那个湿布跟它抹一抹就好了。你就先把这个麸皮剪成你要的一个形状先啦，或者你可以参考我的方式啊、首先它是这个麸皮它是折起来的了哈、我们要把它还原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先哈、把它剪一剪。好，这样就开了啊！开了的话，它就是这样子的哈。你可以修一修它的边边了哈，这样你们会比较好做工啊，好，比较好做工。啊，这样子把它修掉，对准线了啊，对准线，一刀下去就开了。如果你要准一点，就这样子哈，把它对折，这样子比较准。然后我们剪刀就下了哈，剪刀就这样子就比较标准啊。然后这边再下刀。好，差不多是这样的 size， 你看一个手掌大。然后这个边边你们再自己修一修啦，每一张大概啊，不一定要一样，不要强迫哦。好了，我再重复多一次，因为这个皮是咸的，你们记得哦，记得要准备一条湿布泡在水，然后你们要包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把这个布给挤干，然后抹那个皮啊，稍微抹一抹，两面都要了啊，两面都要。这个大家自己自由发挥了哈，你可以用什么包法都可以哈。好，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包法，就是我要比较薄的一个包法，这样子才可以显得它里面的一些颜色了啊。好，你就这样对着了啊，这边收一收，然后下 ，OK， 这边就停了，然后这边再修，好。是不是比较精致啊？比较精致啊，这样子才像一个点心的一个样子啊。你拿的每一口的那个馅料，每一份的馅料，它都是那个肉包着这个虾的哦，包着这个虾的。起初我也是很好奇，为什么老师傅的他的那个虾是用来拍的哦？原来是这个原因。我后面自己有研究到哦，你在咬的每一口，你都可以连接到那个整条的那个虾肉。这个就是水准了。好，起锅油炸。我们讲有冷水下锅，也有这个冷油下锅哈，下给你们看。来哈，冷油下去完全不热冷油OK， 我们冷油下，慢慢的我们下完了才开火。OK， 我们先用一个中火用中火去控制那个油温。等一下我跟你们讲怎么做我们先慢慢给它去给它油去烧，给它去热，油温上了一点，我们才慢慢转到比较小的火。这个泡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不要去中火，也不要大火，就小火保持你可以稍微做一些调整。在翻的时候你就比较轻不要太大力建议不要用铲你用筷子会比较好用筷子会比较好去调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稍微比较定型一点了，颜色也有一点了。这个时候的关键就是你要把它弄均匀，你就不会闲着了你的铲子一直要动，把油喷在它的表面上让它有一个比较均匀的颜色。好了，你看到吗？它的颜色都均匀了，我们就可以上了好，慢慢的。哇哦！每一片都是那么的透，每一片都是那么的漂亮好了。你们先吃你们吃得到我吃包子好的那个虾的弹性，猪油的香味的顺滑，跟那个骨材的很独特的一个味道就这三样东西是一个完美的搭配，再加上我们有下一点那个姜末，完全吃不到任何的那个腥味，漂亮！我跟你讲，这个味道你在外面应该找不到了，除了你自己做不了才有这样子的味道你们可以去试一下。然后它根本就不需要配那个辣椒酱因为配辣椒酱是你要解腻嘛，它的味道不会腻，它是鲜，它的口味是鲜而不重啦。好了，这一期的影片也接近尾声了啦。好，那我来做个总结吧
其实，在我们现在的一个环境哈，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以前的味道我们已经吃不到了哈，你只可以靠你的回忆你的记忆或者当时你有记录下来的东西或者是当时你听到的东西我不是很厉害听了哈，我也不是很记忆不是很好除非是我喜欢吃的那样东西了哈，我就会把它记到很好然后还原出来哈，这个就是我要的味道。那我也希望你们会喜欢的。OK，那好了，这一期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好，我是阿红，我们在下一期影片见，拜拜。